你想过逃离现在的生活吗？我来喽。大王，车怎么样了？这次出发准备去南美。其实我回来我就想换这儿，这裂了，可能就是突然撞石头上了什么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。但是发现了以后，后来还骑了这几千公里，想换不着。一般骑长途，我要带将近50公斤行李，先放这种驮包里边。露营工具就是帐篷、睡袋、防潮垫、破旧的打气筒，其他修车工具，还有做饭的东西，就是锅碗跟灶具，烧汽油的炉子。衣服是最少的，我带着它走了1万公里。自行车头盔和这个尤克里里。无聊的时候，或者是跟人聊天的时候，比如到哪儿跟人凑近乎，唱一个他们国家语言的歌。车好了，我先试车去了。也不用调高度，不用调特别好。哎呦，车把坏了，刹油死了。之前做 IT，就是所谓程序员。我就是那种北漂，天天上班下班，朝9晚5，晚5是晚不了5的，因为肯定要加班的。那会儿也没有这种想法去改变这种生活。那您第一次接触到骑行是什么？这暴露岁数啊！2001年。对，那时候我刚出生，我就是觉得我挺喜欢骑车的。现在我17岁了。公司组织这个骑车去北戴河的活动，然后骑了100多公里的时候，腿就酸的从自行车上下来，站不住。凌晨慢慢的太阳升起，经过一个电厂，特别亮。旁边有一个火车在过的那铁路桥，就那个瞬间我感觉特漂亮，就是有一种新的生活的感觉。老板，我跟他说我要骑车去西藏，我要辞职，他说我给你1个月假行不行？我说不行，他说那你要多长时间假？我说我不想有归期。就发现的确接触了不同的生活的状态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骑行生活。后边才发现没有目标的时候，才真正的旅行的开始。儿媳的那年30多，辞掉了工作去骑自行车，他想去世界的各个角落，看见不同人的不同生活。第一次陆过境是到老挝，就是有一种 freedom 的感觉。我刚开始出去存了一些，以后还把汽车卖了。当时在美国就被一个小镇里的记者采访，他问哪一天是最惊喜的。我当时想了一想，我就回答 Every day is surprise, every day is normal。 第一次在国外扎的帐篷的时候，也的确有一点那种害怕的感觉，旁边有个脚步声就比较紧张。一晴天就暖和，晚上睡觉才0.4度。
骑到一些国家，一下一村子里孩子都出来了，跟着跑，然后他们就是喊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how are you？ 这是10几天、半个月以来，从危地马拉、萨尔瓦多、洪都拉斯到尼加拉瓜头一次的晴天。趁这个晴天，赶紧把这个衣服都拿出来晾一晾。在坦桑尼亚土路上打滑，2次摔的都是这个第4节肋骨。后来我也就这么扛着，每天往身上打一下云南白药。我觉得没有死的事故就是故事。我一个人，然后到一个新的国家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完全尝试一种新的旅行。我感觉那会儿特别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那电影里面最后啪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反正6年，我大概走了5万公里左右。接触到30多种语言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人也不回头，美丽变成老太婆。西班牙语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 "Puedo acampar aquí"， 就是我能在这里扎帐篷吗？其实甚至我有时候也会想，我这时候是不是在逃避？父母永远不会喜欢孩子一直这样出去的。回来以后，家里人就会问我：“你这个样的生活什么时候头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？”那我就会反问他：“什么叫定下来？”不过我还真觉得，就是出去旅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赚钱是为了活着，但活着不是为了赚钱。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就好了。这世